夏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谈谈吧。不用了吧？我说你怎么那么幼稚呢？你做这样的事有意义吗？我就是不想干了，您同意了不就可以了吗？我说过了，公司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不用你管。可是你解决不了，因为他辞职的原因是我。你就跟他直说了吧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你不跟他说清楚，他怎么可能同意你辞职？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我不想我的女朋友这么辛苦。再说了，未来咱们两家公司也一直有合作，他应该避嫌，所以我就干脆让他直接辞职了。你不是说你已经拒绝他了吗？哎，兄弟，我这个人你也了解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吧，谁能经得住我这样的热情？所以你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？夏总，好了，谢谢你送我女朋友回家，我们晚上要约会，就不留你了，我们下次再聚，拜拜。会议的最后呢，我跟大家宣布一个人事变动，因为邢运的离职，副本项目负责人呢由依依来接替，时间也比较紧迫，希望你们俩能在2天内完成任务交接。当然，还有咱们其他各部门呢，也都要继续好好配合啊。什么离职？邢运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离职啊？还是因为泄密的那件事吗？他是无辜的，而且他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邢运，那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。邢运，散会。你在开玩笑呢？你和何经理在一起了？不可能，你不是选了夏总吗？哎呀，你俩别乱说了。总之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辞职和公司没有关系，纯粹是我个人原因。我不相信，之前不是说你不喜欢他吗？人都是会变的嘛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算你和他在一起，也用不着辞职啊。你的闺蜜们肯定会问你咱两个的恋爱经过，你要谨慎回答，因为你在他们面前露馅，就等于在夏克面前露馅。那我要说什么？你就告诉他们，咱俩在你停职的时候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。你辞职的理由呢，就是为了嫁给我做全职太太。谁要嫁给你啊？你表现得越幸福，他们就会越因为这个结果而懵逼，从而忽略掉过程中的漏洞。相信你。就在我停职的那段时间，他每天都来陪我。后来我就渐渐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。其实像林晶那样做一个全职太太也挺好的呀，没有工作的压力，有自由，有时间，可以过更精彩的人生。好啦，你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好啦，何经理有钱有闲，嫁给他也是不错的选择呀。虽然我们三宅一生马上就要分开啦，但是你能找到幸福，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儿。为你祝福，干杯！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决定好了吗？在夏克面前很简单，你只要告诉他你有多爱我就可以了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让他相信，你辞职的原因完完全全都是为了我，这样在他的心里就没有一点愧疚感，他也可以坦然地去接受用你的辞职换来的投资款。我想清楚了，我爱他，我愿意为他放弃这份工作。
谢谢夏总。行运，就你了。啊，这么大的公司就我们2个人，是不是太浪费了？你就这么不相信你的老板吗？干活。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照顾，我希望大家对 TIG 有信心，也对夏总有信心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会祝福大家。我希望我们的游戏可以安慰和鼓励到所有需要治愈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。关于夏总日常的128条注意事项：咖啡要用4杯水加6杯豆。文档字号设置在5号。保持它的2个充电宝一直在满格状态。对花粉过敏，连带讨厌带花香味的香水。在这次泄密过程中，他作为主要负责人，没能及时发现问题，他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种隐患。TIG 的人事调动，就不劳段经理费心了。那 TIG 下一笔投资款什么时候到账，需不需要我费心呢？夏总，姚经理来了。进。我不记得我没有约啊。还以为你会打电话约我去酒吧买醉，或者去剑道馆发泄一下，结果等了几天也没等着电话，只好不请自来了。
我现在算知道什么叫冲冠一怒为红颜了。怎么样？为了给行运出气，跟投资商解约，现在手里那几处房子卖得七七八八了吧？缺不缺钱呢？你知道现在整个游戏行业，从拼玩法到拼 IP， 再到像素级的抄袭，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赚快钱，从而忽视行业的一切。所以我想得很明白，越早脱离圈外投资人的经济绑架，就越早跳脱怪圈。真不愧是夏总啊，在如此落魄的境地之下，还有这么意气风发的理想。不过你知不知道，在您这一门之外，你亲爱的员工们全部都在想怎么用 TIG 这个招牌给自己换一个3级跳。可以理解，盲目的信任是一种天赋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寻找新的投资人，重新整理公司战略，放开手脚。要不加我一个吧，反正我看你这儿正缺我这种不 care 薪水的员工。开始了。面试失败。我们 TIG 永远都需要真正热爱游戏的人。你在画什么呀？我画的是狮子，我最喜欢狮子，狮子特别厉害。那怎么摇身一变成邢老师了？真打算改行啊？我只是帮同学代课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看来我妈又出卖我了。哇，你真是有这么绝吗？你真是杀敌1万，自损8000啊！这是不是你点的外卖？这怎么吃啊？不吃辣的人生是不完整的，就当偶尔换换口味呗。反正之前在公司也经常这么吃。夏总，怎么全是辣的呀？拿水涮着吃。这些好像都是某个人喜欢吃的啊。你还没适应辞职之后的生活吗？毕竟这是我第一份工作，虽然走的时候挺决然的，但心里总是希望能在那个地方留下一些我的痕迹。会想着他们会不会想我，我不在会不会觉得不习惯。其实失业啊，就和失恋一样，总是患得患失。你知道现在 TIG 的情况吗？现在肯定已经顺利拿到了投资款，投入到紧张的副本工作中了吧？艾米和依最近给我打电话，都是几句就匆匆挂掉。我想他们一定很忙。我这个无业游民啊，这不好意思打扰他们。其实，好，没事儿。哦，这菜真难吃啊！我逼你吃了吗？爱吃不吃。这个氛围好像不太适合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吧？哎，先坐，来瓶 whisky。我觉得呢，谈事情最重要看的是心情喽。只要心情好，什么都能事半功倍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呢，最近一直想做一款手机游戏。我跟你说，
钱绝对不是问题，但是一定要做一款最好的，做一款那种能开天辟地的那种。那之前我发给你的团队介绍，你看了吗？看了呀，当然看了。做恋爱手机游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我对恋爱这个事很感兴趣啊，我也很有心得。其实呢，今天你能约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重点谈一下这个游戏当中的恋爱部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哇，你们又漂亮了喽！还有啊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骗人，就知道哄我们。一会儿出去玩。好啊。朋友啊？突然遇到2个好久不见的朋友。那今天先不好意思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对了，你放心，那个项目的事儿我肯定会投的。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有地方超级好。真的吗？下课等的不是钱，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。挺了解他呀，怪不得能从他身边那么轻而易举地抢走幸运。夏科这回跟投资商谈崩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幸运离职吧。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，但我怕他等不到那个机会。你不用在这儿提醒我自己做饭有多卑鄙。何玉，我最近就挺看不懂你的，你到底是喜欢邢运啊，还是你就是想跟夏科较劲？你看你现在明明已经把邢运追到手了，但是你看着就一点都不开心。谁说的？我开心的不得了，我一定会给邢运幸福的。幸福的方式是什么？永远瞒着他 TIG 的事儿，让他觉得，我自己的牺牲好像很有价值。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我盟友啊？现在不也正是你接近夏科的大好时机吗？我最近在想，你说咱们俩这个结盟，到底还有什么意义？最近的2个月，因为员工离职，人手不够，一些 bug 修复不及时，导致无限的玩家大量流失。现在手游更新换代又这么快，可我们的副本却一直都无法上线，实在是有点青黄不接啊。这个月的服务器维持费用已经大于游戏收入，这样下去，给全体玩家发邮件，并且通知渠道商那边同步下线。您要关服？可是，一般这种情况要持续3个月以上才可以考虑关服的。苦苦维持现状没有任何意义。既然想要突破，那不如破釜沉舟。这2年呢，我们一直被投资商圈住了手脚。其实无限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。夏总，现在大家已经是人心惶惶了。如果游戏停服，那恐怕会有更多的人离职的。您还是要再考虑清楚啊，夏总。没关系，留下的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。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是夏总，公司真的维持不下去了吗？如果游戏都停的话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夏总，大家对无限这么有感情，不能这么着就放弃了，是不是啊，大家说？对啊。首先，谢谢大家对公司的热情。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之所以这么做，不是要放弃无限，而是要对它做新的改版，在今后和副本一同推出。这是我们 TIG 涅槃重生的机会。当然，夏总也充分考虑到大家的选择权。愿意留下来的呢，请放心，我们会按时发放工资；不愿意留下来的，领取双份工资离开。
公司的事情，先不要告诉他。啊，夏总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告诉邢韵的。放心吧，夏总。